当着我的面和婉欣姐姐这样你侬我侬的打电话，我可吃醋了。许家烟说着，走过来坐在了苏无忌的身边。这只是一个2人坐的沙发，2个成年人坐在上面，彼此之间几乎不会有什么空隙。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家烟的大腿已经和苏无忌的腿贴在了一起。他刚刚洗完澡，肌肤和头发上都残留着香气，这些气息钻入苏无忌的鼻尖，让他控制不住的想要抬头致敬。许家烟这种极品尤物，那看似很随意的一举一动，都能形成很强的撩拨效果。吃个屁的醋，你又不是活女人。苏无忌没好气地说着，想要起身走开。可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男人了，你不妨假设一下，我这么性感的身子，如果便宜了别的男人，你会不会觉得心有不甘呢？许家烟说着，伸手挽住了苏无忌的胳膊，将他拉了回来。由于这个动作，身子左侧那被浴巾所包裹住的软柔，几乎有一小半都搁在了苏无忌的胳膊之上。苏小处顿时老实了。说正事，别发骚。苏无忌把胳膊往外抽了抽，没抽动，于是问道：你觉得那个调查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雷蒙情报局的 S 级调查官，身份都是高度保密的，我暂时查不到这瑞特森是否真的是情报局的人。许家烟说道：我也不知道那家伙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他不会爱上帮我养猫的感觉了吧？苏无忌摇了摇头。但不管怎么样，这地方你不能再住下去了。官指的这一处住所已经暴露了，苏无忌在这里守株待兔了整整3天，都没有抓到瑞特森，但他几乎可以肯定，后者还会再来的。许家烟深以为然，他的语气多了几分认真。如果你不在，我一个人肯定不想住在这里。所谓的依赖感都是不知不觉间形成的。说着，许家烟靠在了苏无忌的肩膀上，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虽然我对你的依赖越来越强，但对你的身份也是越来越好奇。你这么能打，不会是有个特别厉害的师傅吧？在东丽贸易厂区的那一天，苏无忌大展身手，光是对付东洋忍者那几下，就是许家烟一辈子都追不上的水平。苏无忌把许家烟的脑袋推到了一边，一边低头翻着手机邮件，一边说道：我的身份就是酒吧老板，你记住这个就行了。一个身手很好的酒吧老板，打遍东洋忍者无敌手。许家烟补充了一句，随后他又凑过来直视着苏无忌的眼睛，眼神开始变得有些迷离，红唇娇艳欲滴。在搬走之前，咱们要不要做点事情，给这个房子留下一点纪念？那不用啦，我只希望你以后能多想起我一点，别光嘴上各种撩拨，一遇到事儿就关机找不到人。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那天但凡我晚去一点点，你都没了命了。许家烟知道苏无忌是真的关心自己，他的眼波里闪过了一抹温柔，声音更是变得又柔又娇。我知道错了，但我不是怕把黑暗世界的危险带给你吗？我会怕了西方黑暗世界的事儿。苏无忌冷笑，他把手机的邮件界面关上，说道：许家烟面带不解：什么？苏无忌，客气。许家烟，你在倒计时推倒我？苏无忌打了个响指。这时候，许家烟那扔在床上的手机开始震动了起来。随后苏无忌起身说道：我出去透口气，你收拾一下，带你换个地方住。许家烟立刻小跑到床边，撅着屁股去拿手机。因为刚刚的震动是他设置的特殊邮件提醒。打开手机一看，他在国外的某个账户收到了20万欧元。这笔钱来自于欧洲慈惠医疗集团下属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许家烟当然知道，这是营业组织的隐藏账户之一。这20万欧元应该就是在小山良介被华夏官方俘虏之后，组织给官职的奖励。许家烟本身不缺钱，加入营业也不是图多赚点。事实上，他从营业获得的奖励，大部分都被他用来资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了。让许家烟此刻感觉到无比震惊的，还是刚才苏无忌的倒计时。这真的让他有些无法理解，为什么对方的倒计时刚刚结束，自己就收到了营业的奖励？苏无忌难道比自己还提前知道这事儿？想到苏无忌之前那一句我会怕了西方黑暗世界的事儿，许家烟的脑海里灵光一现，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当初遭遇杜卡罗猎狗的时候所听到的狙击枪声。而在东利贸易的那场激战中，同样有一把狙击枪大发神威。两相印证，看来自己当初被杜卡罗追杀，就是苏无忌救了自己。许家烟双颊通红，双手捂住了脑袋。我的天，真是太疯狂了！等许家烟收拾好行李，肖英磊的车子已经开到了楼下。小庞上来帮忙扛着行李箱。江婉欣走之前说了什么吗？苏无忌问道。江小姐没说什么，但她对老板能想到用车送她，明显非常开心。肖英磊说道。小庞瓮声瓮气地接话道。但江小姐身边的那个女人不太开心。苏无忌眉毛一挑。他身边还有别地女人长得什么样子？小庞。很丰满。苏无忌。是个胖子。小庞。只有该胖的地方胖。苏无忌乐了。邪恶小庞，你长大了居然懂得审美了。肖英磊轻笑。那是江小姐的小姨方千雪。苏无忌哦了一声。听说过这名字，是个富婆啊，能让人少奋斗50年的那种。小庞。老板，方千雪还骂你。苏无忌一拍座椅扶手。他骂我干什么？我招他惹他了？肖经理，你说说怎么回事？肖英磊无奈，只能把小庞卖了。小庞说，老板正在和许小姐待在一起，不让我们打扰你的好事，所以没去送他们。许家渊一下子笑出来，那娇笑嫣然的样子，竟是有种强烈的明媚感。这还差不多，我不吃醋了。他看着苏无忌，眼眸里波光流转，娇柔无限。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肖经理，你让财务看看，严小庞的工资预支到哪一年了？再这样影响我泡妞，就往后扣10年的。肖英雷抿了抿嘴。老板，就在半个小时之前，财务把小庞未来10年的工资全给提前发了。苏无忌的眼睛都瞪圆了。他在干啥？小庞。财务说怕老板又在泡妞的时候不当人，提前发了，有备无患。这3天以来，肖英磊和小庞一直在忙着强行接收李尊阳的那些资产，皇后酒吧因此赚了一大笔。那位财务主管终于勉强收起了自己的毒舌。哪有财务不帮着老板剥削员工的？这个财务太不合格了，我得让他知道皇后酒吧里到底谁是老板。苏无忌气得鼻孔冒烟。小庞，把多发的给我转回来，快点。小庞。是，老板。他立刻打开手机，准备转账了。许家烟却伸手挡住了他的手机屏幕，看了一眼苏无忌，轻嗔道：你对小庞好点吗？我刚刚赚了一笔钱，要不小庞的那一份工资从我这儿出。苏无忌说道。那算了，我怎么能要女人的钱？许家烟的声音逆死人不偿命。我的人都是你的，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小庞道。许小姐，老板说过不能要你的钱，
这都是你出生入死换来的。这句同样的话，小庞对江晚星也说过，效果贼好。这一次同样如此。许家烟那清澈的眸子里顿时布上了一层朦胧的雾气。他不说话了，微微垂手，看着车厢地板，时不时地抬起手擦拭一下湿润的眼角。苏无忌扭头瞪了小庞一眼，摇了摇头，抽出了一张纸巾递给许家烟。小庞被瞪得莫名其妙，他问向肖英磊：肖经理，我说错了吗？肖英磊还没来得及制止他说话，就听到许家烟又问道：小庞，那你老板当时还说了什么呀？我想听原话哦。小庞说道：老板原话还说，如果要了许小姐的钱，就要被这女人彻底沾上了。她身材那么性感，老子早晚得被炸到一滴不剩。苏无忌恼火之极，索性闭眼装睡。许家烟笑得花枝乱颤，那浑身上下的震荡曲线，简直就是在印证着小庞刚刚的那句话。半小时之后，车子到达了宁海东四环。看着外面的建筑，许家烟说道：度假酒店，你不会让我住在这里吧？苏无忌没好气地指了指大门。什么眼神？再仔细看看。许家烟：居然是养老院。苏无忌：地方挺好，就是你上班稍微远了点。出现在车窗外的确实是一处养老院，大门上写着4个大字：碧康养老。这是碧康集团旗下的高端养老中心，整体建筑像是一个大型的度假酒店，里面依山傍水，清幽安静，仿佛和喧闹繁华的宁海已经完全隔绝开来了。许家烟忍不住地感慨：这里的环境可真是好啊，太适合金屋藏娇了。苏无忌：你不发骚会死吗？然而这时候，一台劳斯莱斯幻影从对面开来，和苏无忌所乘坐的这台别克商务车擦肩而过。2台车子同时停了下来，2台车同时停在路中间，车窗也同时放了下来。一个身穿唐装的男人正坐在劳斯莱斯的后排，白色的鬓角在太阳下闪着光，正是苏无羡。苏无忌笑容满面：我亲爱的大伯见到你可真高兴，不过你又该染头发了，下次得换个质量好点的染发剂。苏无羡到了宁海之后，居然也来了这一处养老院。他看了看苏无忌，笑了笑：臭小子，这次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你大伯我给你擦屁股可费了不少劲。虽然苏无羡嘴上总是说自己对苏无忌这个听起来和自己同辈分的名字有些不爽，但他对苏无忌着实不错。毕竟按照年纪来说，苏无羡对苏无忌真的可以算得上是隔代亲了。对于弟弟对苏无忌的放养行为和教育手段，苏无羡一直颇有微词。还是我大伯对我好，我爸太不靠谱了，对我一直不管不问。苏无忌开门下了车，小庞、许家烟、肖英磊也全都下来了，恭恭敬敬地站在车边。苏无忌把头探到幻影的车窗里，笑眯眯地喊道：穆伯伯，您老人家也在这儿啊？坐在苏无羡旁边的仍旧是穆远明，这老哥俩的关系倒是好得不行。但是穆老二现在的脸色也是难看得不行。之前苏无忌和龙清河搂搂抱抱，已经让自诩为未来老丈人的他很不爽了，而现在这小子的车子上竟然还坐着2个气质迥异的顶级大美女。苏无羡倒是没下车，而是看了看许家烟，满脸的赞许：这就是江晚星吧，这次表现也挺好的，和无忌联手去对付东洋人，很勇敢，不错不错。苏无忌嘿嘿一笑：
大爷您老人家老糊涂了吗？他叫许家烟，不是江晚星。一个那么蜜桃，一个那么骚，这也能认错？许家烟嫣然一笑。苏伯伯好，我是许家烟，在宁海慈惠医院当医生，也是无忌的朋友。苏无羡倒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尴尬，他笑道：医生好，这个职业受人尊敬。话说我们老苏家这一辈好像还没有谁当医生的呢。还真缺个医生嫁进家门里。穆远明的脸都黑了。你苏无羡是在这里选侄媳妇的吗？连职业都挑上了。还有刚刚那个喊错名字的江晚星又是谁？也是苏无忌的红颜知己吗？穆老二不禁替自己的闺女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许家烟一下子听懂了这句话的潜台词，俏脸瞬间变得红扑扑的，他的小心脏跳得有点快。谢谢苏伯伯，不过无忌现在总是和我保持距离，对我压根不感兴趣。我主动了那么久，都没有任何结果。许家烟的眼睛里波光流转，语气里明显有着故意流露出来的委屈情绪。穆远明一听这话，心情居然好了许多。看来苏无忌还是挺靠谱的嘛，面对这么漂亮的女孩还能坚守本心。不错不错，适合当我穆家的女婿。苏无羡立刻对苏无忌一瞪眼，随后对许家烟说道：许丫头，他要是敢让你受委屈，你就来找我，我帮你教训这小子。这么好的姑娘倒追还不要，给他脸了。穆远明双手叉腰：妈的，苏无羡。苏无忌，大伯您对我的爱从来都持续不了1分钟。你带这姑娘来，是想让她在这住吗？苏无羡问道。是啊。苏无忌说道。对他来说这里安全一些。苏无羡听了这话，多看了许家烟2眼。也好，我看这丫头嘴巴挺甜的，住在这儿，每天也能陪这群老头子们多说说话。说完，他又看了看小庞。小庞，你跟着苏无忌受欺负了吗？小庞：没有，只有我们欺负别人。苏无羡：那就好，你这孩子实心眼子，我还真怕这小子天天盘剥你。苏无忌笑容满面：怎么会呢，大伯？我是那种无良资本家吗？苏无羡：呵呵。你不是。苏无忌一摊手：我又没有资本。他只承认自己不是资本家，但不承认自己无良。小庞对苏无羡说道：财务昨天对我说，如果我见了你，一定要跟你说一说，老板总是扣我工资。苏无羡眉毛一挑：还有这事儿？苏无忌讪讪一笑：没有的事儿我都是开玩笑的，也没真扣过，就是有时候缺钱，从小庞的工资里先借一点花花。没有最好，但以后要是让我知道你敢扣小庞的工资，我就让苏赤烟断了你的零花钱。苏无忌随后对司机说道：阿坤开车吧。等幻影开出了养老院的大门，苏无忌脸上的笑容忽然间一收，扭头看向萧音磊，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回去就把财务给办了，这次谁也拦不住我。这养老院有2栋主楼，还有一片独院区，显然两边的价位差距挺大的。这台别克商务车驶到了角落里的一处独门小院。苏无忌说道：你以后就住这里行不行？许家烟看着这小楼：这房子这么大，会不会太浪费了呀？我可以随便住个单间。苏无忌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身上的秘密太多，独门独院也方便你行动。你太贴心了，人家真是要爱死你了。许家烟忍不住的在苏无忌的脸上又亲了一下。
肖英磊抽出来一张湿巾，默不作声地帮老板擦掉了脸上的红色唇印。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当然也不是免费让你住，至于房费给个3折就行。3折？许家烟立刻说道：我可以按全价付低，不能让你吃亏。倒也不用。苏无忌指了指旁边的小院子，这隔壁住着一对老头老太太，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帮着照顾照顾。好啊，我最会照顾人了。许家烟的声音简直甜得腻死人。苏无忌把许家烟的行李拎进去，带他看了看各个房间。能凑合住吗？太满意了，唯一的缺点就是房子太大，你要是能来一起住就更好了。许家烟又挽住了苏无忌的胳膊，出来带你转转，认识一下邻居。苏无忌把胳膊从那一片软柔之中抽了出来。这女人真讨厌，总是时不时地对自己发起牛奶攻击。苏无忌带着许家烟来到了隔壁的院子前，一个穿着月白色练功服的女人正在浇着花儿。她的头发已经如雪般纯白，用鱼骨夹简单的挽起，几缕碎发柔顺地垂在侧脸。哪怕练功服很宽松，但也能看出来她的身姿依旧曼妙。这女人站在满园花色之中，整个画面恰似一幅雅致的水墨画。许家烟的心突突一跳，她光是看到这个场景，就能感受到院子里似乎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沧桑。而更让许大小姐心跳加快的是，她发现自己竟是无从判断眼前女人的真正年纪。她的头发明明已经很白了，但是脸上却没有特别深的皱纹，顶多是留下了一些被时间和岁月亲吻过的痕迹，而即便是那些细纹，也仍旧如花瓣的脉络，自然且柔和。此时许家烟的脑海中忍不住地闪过一句话：岁月从不败美人。苏无忌走上前，接过了浇水壶，说道：奶奶老头子不在家啊。这称呼让许家烟又意外了一下。奶奶？出门去找老刘下棋去了，估计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这白衣女人看了看苏无忌，嘴唇难得轻轻上扬，似有笑意。你爸昨天来过了，你大伯刚走。苏无忌笑道：奶奶，我这次带个人给您认识认识，这姑娘叫许家烟，以后我要是不常来，就让她经常陪陪你。许家烟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地说道：奶奶好。这女人打量了一下许家烟，微微颔首：虽然晚了点，田父也只能说是凑合，但要是愿意下功夫，短时间内能拔高一大截。许家烟愣了一下，终于明白苏无忌为什么要让自己换个地方居住了。这个小男人给自己找了个老师，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的身手还需要提升，这样可以降低日后行动的风险。一时间，浓浓的感动弥漫在许家烟的心间。这个男人嘴上总是对自己充满了嫌弃，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代表着关心。谢谢奶奶。许家烟立刻深深鞠躬。白衣女人的唇角轻轻牵扯，算是笑了笑，表情也比平时有着些许柔和。以后喊我老师就行了，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还能再收几个弟子。老师。听了这句话，就连苏无忌明显都很意外，而许家烟的脸上则是充满了惊喜。他当然能够看出眼前这位前辈的不简单，对方整体的气质看起来有些许的冷漠，可实际上那是一种超然与超脱，绝对不是普通人。奶奶，我爸就是您教的，
要是许家烟也喊你老师的话。苏无忌苦着脸，我的辈分就又低了一级了。许家烟其实对苏无忌老爸的过往并不了解，对以往的老苏家也并不清楚，但是他仍旧能够从苏无忌的这句话里感觉到一些沉重的分量。女人微笑着看着苏无忌，你是老头子的弟子，难道不算我的学生吗？苏无忌讪讪一笑，当然算，当然算，就是我那7个动作还没全练成呢，出门都不好意思亮出我师傅的名号。许家烟这时候才算听明白，原来住在这个小院子的老头子就是苏无忌的师傅。不急，那7个动作全部练成，就相当于站在天际线之上了。你才多大，日子还长，要慢慢过。苏无忌深深点头，我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自己可不想到了一把年纪还不能体会到做男人的快乐啊。许家烟并不是很明白，尤其是那句站在天际线之上。白衣女人走到院子里的茶台前，泡了2杯茶，看了看许家烟，说道：丫头在江湖拜师要重礼，在我这就免了，你姑且敬杯茶吧。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苏无忌明显有些激动，轻轻推了许家烟一下。许家烟能猜出来，眼前这位奶奶必然对收徒有着极为严格的考量标准，那么多年都没有关门弟子，可仅仅看在苏无忌的面子上，就愿意收下自己做徒弟。苏无忌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面子？许家烟回过神来，立刻单膝跪地，举着茶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白衣女人接过茶杯，抿了一口道：好。许家烟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不过她很快想到了某个问题，略带为难地问了一句：家烟还未请教师父的名号，无忌也没告诉我。白衣女人说道：名号只不过是个符号罢了，我以前在华夏江湖里的名声也没那么好，师徒一场，你只需要知道我是你老师就行。许家烟立刻说道：是，弟子记住了。由于这个过程太过于奇妙，他的内心深处现在还觉得有些恍惚，那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让许家烟仿佛身处云端。毕竟之前他的身份是外资医院的外科医生，是国际组织的神秘杀手，现在突然成为了江湖世界某位影视高人的徒弟，这种转变太突兀了些。起来吧，就跪这一次就行，以后也不用再跪了。白衣女人说罢，从院子里的桂花树上折下来一根1米多长的树枝。苏无忌看着此景，眼前一亮：奶奶，你这是要直接传大招了吗？白衣女人说道：这丫头的实力太差，让她先粗浅学上几招，用来防身便可。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那我先走了，去其他几个老头子的房间转一转。说完，他关上了院门，而白衣女人的手只不过轻轻一挥，这动作看似很慢很轻柔，可那根桂花树枝在她的手里便带出了一道道残影。从许家烟的视角看去，那一道道残影映着天光，似乎组成了一面发着光的扇面，美极了，又凶险极了。唰，随着这树枝在空中挥了整整一圈，那一个发着光的扇面似乎变成了一轮完整的太阳。虽然许家烟坚定地认为自己看到的是错觉，可他偏偏被这凝聚的天光刺得眼睛生疼，好像真的有一轮烈阳悬挂于天际。当白衣女人收起树枝的时候，空气似乎都发出了微微的震荡，那一棵桂花树上的树叶竟是纷纷扬扬地落下，仿佛深秋提前来到。
而白衣女人就站在树下，那些叶子却根本没有落到白衣之上，全都很乖巧地避开了她的身体。这幅画面太美了，美到让许家烟已然失语。她张着嘴，吃惊到似乎已经忘记了呼吸。许家烟知道，这已经是自己理解不了的境界了，看都看不懂。怪不得师傅他老人家刚刚评价自己天赋一般，自己和他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此乃天心刀法，白衣女人说道。你需要打的基础太多了，给你2年时间，看看能不能学会刚刚那一招。许家烟的胸腔里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荡情绪。这第一式都这么厉害了，要是把整套刀法全部学会，得强大到什么程度？许家烟的想象力甚至匹配不上这刀法了。但是毫无疑问，一扇崭新的大门已经在他的世界里打开。许家烟问道：老师刚刚那一招叫什么？白衣女人的声音淡淡：烈阳当空。苏无忌离开了这一处小院，又到了另外一个小院子里，用轮椅推着一个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老人，在人工湖边走了走，聊了半个多小时。老人的年纪已经很大了，精神头似乎并不是太好，聊一会儿天就要打一会儿盹。等苏无忌刚把最近的事情说完，发现老人已经发出了轻轻的鼾声。他从轮椅下层取出薄毯，小心地盖在老人的身上。苏无忌怕吵醒老人，干脆坐在轮椅旁边，陪着他又晒了1小时太阳，随后才轻手轻脚地推着轮椅把老人送回了房间。虽然这里的每一个住客都有专业医护人员精心照顾，但苏无忌还是把老人的杯子刷干净，贴身衣物都洗完晾干，甚至把院子里的花都浇了，这才离开。临走之前，他又去了一趟许家烟的小院子里，后者正拿着一根桂树枝发呆。我觉得我好笨，实在是太难了。许家烟看着苏无忌，有点沮丧。在过去的这1个小时里，他还在回想之前的那一招。白衣女人并没有教他细节的东西，只是让他尝试着去领悟一下，去回想一下。许家烟从小到大都是学霸，哪怕在国外留学也是拿了全额奖学金， GPA 一直是全校前10名。选择加入了营乐组织之后，许家烟对那些杀手必备的技巧也是上手极快，不然也不会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官职。可现在他越是回想，越是觉得脑子一团浆糊。那桂树枝上凝聚着的天光那么灿烂，可他偏偏连入门的门径都窥不见。苏无忌笑道：慢慢来吧，天心前辈也不可能让你一口吃成了胖子的，他会帮你打好基础的，不过上班之余你就得多辛苦辛苦了。许家烟说道。你刚刚说老师叫什么名字？陆天星。苏无忌说道。天心刀法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从宁海回到了灵州，苏无忌居然接到了龙清河的电话。喂，这几天都没见到你的人，发消息你也不回。龙清河说道。苏无忌：哎，我这几天太忙了，消息都看到了，就是忘了回复。那晚上有时间的话，一起吃个饭。龙清河笑道。不愧是临江卫视的一姐，哪怕是私下里的聊天，声音也是极好听，就像给整个耳朵都做了一场 SPA。你这主持人这么闲的吗？苏无忌说道。和你吃饭万一被偷拍了，不给你带来绯闻了吗？龙清河笑着说道。我现在绯闻还少啊，你这2天没看微博吗？苏无忌：我手机里就没装微博啊。哦，那算了，
微博上都是八卦，你应该不感兴趣。龙清河说道。我订了一处比较僻静的会所，那里的厨师特别擅长淮扬菜。好，那你开车来皇后接我。苏无忌说道。架子真大，请你吃饭，还要去接你。龙清河哼了一声。爱来不来呀，你不接我就不去了。苏无忌呵呵一笑，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什么人啊这是？别的男人上胆子的请我吃饭，我都从来不去的。龙清河捶了捶怀里的抱枕。龙清河说完，脱下睡裙，就只穿着一件贴身衣服，光着脚走到了衣帽间。就凭这几步，他不该只有俏俏姐这一个外号，起码还得多一个晃晃姐或者颤颤姐。穿哪一件好呢？龙清河此刻的纠结程度，比参加红毯典礼的时候还要更甚一些。老板，龙清河在3天前发了一条微博，这条微博在热搜上挂了2天。肖英磊的眼睛里满是八卦的光，把手机放到了苏无忌的眼前。这一夜你治愈了我。苏无忌把这条微博念了出来，随后一挑眉毛。他和别的男人上床了，这女人这么大胆，这种事儿还能公开发出来？肖英磊轻笑。老板，你的反应和网友们一模一样。果然，热搜上现在还挂着几条和龙清河有关的微博，全部都在猜测他的绯闻男友是谁。龙清河的绯闻男友会是谁啊？苏无忌翻着那些微博。是临江卫视和他搭档的那个男主持人。肖英磊看着自家老板，眼神之中有些强忍着的笑意。老板，你要不再猜猜？苏无忌说道。难道是他们台长？毕竟有权又有钱的老男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噗！肖英磊一口口水已经喷了出来。老板呀老板，你想想，你3天前的那一晚睡在哪里的？苏无忌想了想，开始露出了一副便秘了的表情。他难道说的是我？除了你，还有谁呢？肖英磊笑道。老板，看来你那一夜给龙大主持人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了。苏无忌的表情很纯洁。虽然睡的是同一间房，可我睡床上，他打地铺我都没碰他呀。都睡同一间房了。肖英磊都快急死了。龙清河在娱乐圈风评极好，从来没有过任何绯闻，可他居然愿意让老板睡在他的床上。第2天还发了个微博，说对这一夜印象深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苏无忌。所以能说明什么问题？肖英磊跺了跺车厢底板。老板，你再想想。苏无忌的脸上有些惊恐。卧槽，说明他半夜爬了我的床，把我给睡了。傍晚，那台刚刚修好的紫色小米 CU7 出现在了皇后酒吧的门前。戴着口罩的龙清河下了车，他对苏无忌招了招手。嗨，上车。今天的龙清河明显经过了刻意打扮，戴着棒球帽，头发扎了个马尾，穿着运动风的白色小夹克，下半身则是一条黑色瑜伽裤。不过瑜伽裤外面还有一条短款的运动裙，那专属于俏俏姐的曲线并没有完全暴露在外。这种成熟风韵的都市丽人，一旦脱下职业装，穿上运动装，立刻形成了不一样的吸引力。苏无忌闷闷坐上了副驾，也不说话，似乎有心事。你怎么了？龙清河启动车子问道。苏老板今天的情绪好像不太高。苏无忌扭头看了看他。我看了你的微博了。哦。龙清河表面上看似很淡定，可实际上脸庞已经热起来了。他红唇轻启。我当时就是。
苏无忌，你当时偷偷把我睡了？龙清河猛然刹车，他瞪圆了眼睛，看了苏无忌10几秒，才确定对方不是在开玩笑。随后，他的超强综艺感立刻涌上来了。他的脸上本来就有着些许羞意，正好成了演技的最好伪装。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是你当时梦游，走到我的地铺上，钻进了我的。苏无忌一瞪眼，钻进了你的身体？什么钻进了身体啊？钻进了我的被窝。龙清河的俏脸瞬间通红通红，然后启动车子，抿着嘴唇，路上也不讲话了。不过看着苏无忌这么紧张的样子，龙清河忽然间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这个每天说自己夜夜笙歌的酒吧老板，不会真的是个处男吧？过了10几分钟之后，苏无忌才犹犹豫豫地问道：那个钻被窝的无所谓了，我到底有没有钻进你的那里啊？哪里？你还不如说身体。龙清河红着脸看了苏无忌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钻没钻，你自己不知道。你都说我梦游了，我怎么能知道？苏无忌说道：万一我梦游着钻了进去，弄完了你，然后提好了裤子，又回到床上睡到天亮。这一套流程脑补的还挺顺。什么叫弄完了我啊？龙清河在心中吐槽了一句，随后强忍着强烈的怪异感，微微红着脸问道：如果我们真那样了，你第2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身体有异样？能有什么异样？苏无忌问道。我也不知道。龙清河抿了抿嘴，他总不能告诉对方你有没有感觉自己黏黏的。你不知道，难道你也没经历过？苏无忌问了一句，还下意识地看了看龙清河的2条腿。龙清河的主持技巧开始发挥作用了，他没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选择了反问：苏老板在这方面的经验不是很丰富吗？我丰富个屁，慢！苏无忌立刻改口说道：每次都是喝得烂醉如泥，第2天啥都不记得了。哦，这样啊。龙清河的眼睛里有着明显的笑意。我听说男人真的喝到断片，肯定就没有力气去做那种事了。真正酒后乱啥的都是有意识的，只不过借着酒劲半推半就罢了。有道理。苏无忌想了想，还是很认真地说道：如果我真钻了，我会对你负责的。你长得这么漂亮，我也不吃亏。龙清河轻笑道：钻什么钻，逗你玩的，咱俩什么都没发生。苏无忌：那你发的那条微博是什么意思？龙清河忍不住的有些头大。是在表达某一种心情。女人是很感性的动物，这你明白吗？他有点不确定，苏无忌究竟是真的纯，还是在装纯了。不过虽然经历了2场危险，但自己和苏无忌的关系拉近了一大步，日后的专访看起来也不是那么难了。大概明白了一些，但也不是全明白。我不知道你感性不感性，但确实挺性感的。苏无忌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可心里又闪过了那句话：女人就是事多。龙清河抿嘴直笑：谢谢苏老板夸奖。苏无忌又盯着龙清河踩油门的腿看了看，问道：你发这种微博不怕你的那些追求者吃醋？我能单身到现在，就是因为那些追求者都没被我看上。龙清河摇了摇头：其实被追的多了，还挺烦人的。去年临江首富的儿子还疯狂追求龙清河，鲜花、豪车、豪宅变着花样的送。不过他一直不为所动，等到了今年某个大老虎倒台，
首富因一件内幕交易案而牵扯其中，被带走调查，这儿子也远走米国，龙清河这才算是清静了一些。一路上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终于到了位于云连山脚下的一处清幽会所。踏入会所院门，仿佛进入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亭台楼阁和回廊皆是布局精巧，错落有致，名贵树木花草掩映其间，诗意和大气美妙结合在一起，扑面而来。老板是我朋友。龙清河又补充了一句：女的。苏无忌下了车，看着这会所花园的布置，扫了两眼，便说道：这景色设计的层次感不错，设计师肯定很有品味。这位先生真有眼光。一句女人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她的个头大概1.65米的样子，穿着一身色泽鲜艳的长款连衣裙，仔细看去，裙子上都是大朵盛放的牡丹，很张扬的美。但是这女人却几乎没化妆，只是淡淡的铺了一层粉底，涂了个口红，所形成的明艳感已经把她身上那件鲜艳长裙给压了下去。我的好朋友叶英浪。龙清河介绍道，他是这里的老板，以前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景观建筑设计专业，这整个花园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美女你好，我叫苏无忌。苏无忌第一眼觉得叶璎珞的眉眼似乎有些熟悉感，好像似曾相识，再多看两眼又觉得没有见过。他有些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了。这叶璎珞上下打量了一下苏无忌，伸出手来和他握了握。苏先生你好，清河还是第一次带男性朋友来这儿吃饭呢。龙清河说道，璎珞，我们就吃你这边的几样经典菜式吧，待会儿你也来一起聊聊天啊。叶璎珞轻笑道，这可是一个治愈了你一整夜的男人，我坐旁边会不会变成电灯泡？去你的，别乱开玩笑，无忌脸皮很薄的。龙清河打了叶璎珞一下。苏无忌咧嘴一笑，我脸皮可不薄，叶小姐要是敢来，我说不定把你一起治愈了。这句话显得有些轻佻。叶璎珞表情不变，但看向龙清河的目光稍微有点诧异。他太了解龙清河的性子了，后者一直是非常讨厌这种轻佻的话语，对这种当着自己的面撩拨闺蜜的渣男行径更是深恶痛绝。可龙清河此刻却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这让叶璎珞一时间有点判断不准龙清河和苏无忌的真正关系了。难道说只要喜欢就可以包容一切？龙清河看了看门口空空的停车位，问道，璎珞，今天没有别的客人吗？今天没有，我就专心接待你们一桌。叶璎珞无奈一笑，我的一个老主顾，以前每周必从宁海来我这儿吃上一次，前几天好像被纪检部门带走谈话了。苏无忌的眉毛挑了挑，他知道这种极为精致的私家会所经常只做一桌餐，某些身份敏感不方便出现在饭店的人往往会选择在这样私密性更强的会所吃饭。就算是有纪检部门派人去高档酒店门口检查，也查不到这私人会所的头上。你说的那个老主顾不会是叫周志远吧？苏无忌问道。这个周志远就是刘志文的老领导，李尊阳在慈惠医院的那些股份就是替他代持的。叶璎珞露出了惊讶的表情，随后点点头，无奈地笑道，其实他秘书以前都是签单，还有30几万没结呢。
苏无忌想了想自己从李尊阳那里弄来的一大笔钱，随后打了个电话给萧英磊：你跟财务说一声，有空到云眠山下的尹轩会所来，把一笔账给清了，大概30多万。这个作为像极了他当初拿下了白旭阳的东方离人会所之后，自掏腰包补偿那些受了欺负的女大学生。财务的话外音传来，肯定是帮女人结的账。叶璎珞和龙清河都很意外，他们压根里不清楚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叶璎珞说道：苏先生，这是周志远欠的钱，不需要你替他还的。龙清河的眼神意味难明。你不会是看我们家璎珞漂亮，所以你就想花钱追她吧？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理由了。然而当看到苏无忌那看傻子一样的眼神之后，龙清河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多迟钝了。自己当时和苏无忌被抓到化工厂房里，就是这个周志远下的命令，只是自己一时间没把名字对上号。想明白了这一点，龙清河的笑容浓郁了起来。璎珞，既然无忌愿意把这笔账清了，你就收着吧。这让叶璎珞更是一头雾水，她甚至开始怀疑眼前的年轻人是不是周志远的私生子了。叶美女，你也别多想，我和周志远的秘书有一些过节，讹过他一笔钱，付你这顿饭倒也是绰绰有余。苏无忌说道。这简单的一句话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量可着实太大了。如龙清河所说，这里的淮扬菜果然做得极好，每一道都胜过苏无忌以前在外面饭店吃过的。这里的厨师是国宴大厨的关门弟子，璎珞花了高价才挖过来的。龙清河说道。苏无忌面前的一盅蟹粉、狮子头已经见了底，文思豆腐也被他喝了一大半，圆焖鱼翅更是几乎全进了他一个人的肚子里。看到苏无忌吃得开心，龙清河也是笑颜弯弯。他要保持身材，每样菜都是浅浅尝上一口，这也让苏无忌觉得龙清河真是老天赏饭吃，吃得那么少，该有肉的地方还是一点不瘦。相比较而言，男人在这方面就有点吃亏了。就算吃得再多，该长大的还是一点都不会变。凭什么进食量和那儿没有关系？苏小初想想都恼火。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太贵了，不然可以经常来这儿搓一顿。苏无忌抹了抹嘴巴，说道：你以后再来，我可不会收钱。叶璎珞端着一瓶红酒款款走了进来。你要是想吃这边的菜了，我就带着厨师上门去给你做。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很优雅，有种从小便出身名门的感觉，和那种名媛速成班毕业的是截然不同的气质。龙清河看着苏无忌笑起来：我们璎珞可一直都是单身呢，多少富二代追她，她都从来不答应，看样子这下要倾心于你了。那可不行，那我不成了挖闺蜜墙角的人了吗？叶璎珞说道。苏无忌嘿嘿一笑：那你就放心大胆挖，我就喜欢和闺蜜们一起玩，贼刺激。叶璎珞微微一笑：苏先生口味这么重？还有口味更重的呢。苏无忌刚想评上两句，然而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我去接个电话呢。苏无忌起身走了出去。你觉得他怎么样？龙清河单手撑着腮，望着苏无忌的背影，小声问道。叶璎珞看着好闺蜜的表情，轻笑道：你动心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龙清河摇了摇头：说不清楚，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和他在一起
有种莫名的安心。其实他和苏无忌认识的时间才不过短短几天，这让龙清河自己都觉得有些疯狂。可是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叶璎珞说道。不成熟，不稳重，而且也没什么内涵。而这边苏无忌已经把电话接通了，又是那个轻佻的声音传了过来。嗨，亲爱的影子天王，你在干什么呢？别这么喊我，有话快生，有屁快放。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听说前几天群狼佣兵团在华夏死伤一大半，是不是你干的？苏无忌淡淡说道。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都没听说过这个佣兵团。电话那端说道。哦，那我告诉你一声，群狼佣兵团的副队长魔狼，听说一众兄弟死了，扬言要报仇，已经回到了华夏。此人性格嚣张，危险性极高，擅长暗杀狙击以及伪装潜伏，是群狼佣兵团的最强战力。什么时候回来的？苏无忌问着，眉头狠狠皱起。1天之前，估计已经到灵州了，可能还有同伙。苏无忌，谢谢你，窜西天王。我叫崔西，我不喜欢你给我起的这个外号。上次执行任务时候，我是吃坏了肚子，并不是每次都窜西。苏无忌没有理会那边的咆哮，直接挂断了电话，自言自语。一语成谶了，果然和闺蜜一起玩，就是得出现点刺激性的事儿。他发了个语音消息给肖音磊，给你共享定位，带着小庞来找我抄家伙。随后苏无忌走到餐桌旁，一把拉起龙清河的手。跟我走，立刻。去哪儿啊？龙清河本来和闺蜜探讨着某个小男人，此刻正在兴头上呢。我也不知道，先离开再说。苏无忌拉着龙清河就往外走，他没撒谎，是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但无论去任何地方，都比待在云连山脚下安全。这周围车流比较少，在1公里之外才有另外一处会所，僻静到了极点，简直太适合动手了。苏无忌太清楚这种久经沙场的雇佣兵拥有怎样的战斗力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被这种战斗机器盯上，毫无疑问就是灭顶之灾。哎，你们这就走了？叶璎珞一头雾水，跟在后面喊道：这酒还没喝呢。这个时候，厨师亲自端着一盘千层油糕进入了餐厅，正好和叶璎珞擦肩而过。砰！一道枪响，这巨大的声音把叶璎珞震得一个激灵，而紧接着他便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溅了一脖子。这位厨师的肩膀中了弹，鲜血飙溅，重重摔在了地上。爬险！苏无忌吼道。他按着龙清河的脖子趴在了地上，然后猛然一扯叶璎珞的脚踝，后者直接被扯得仰面朝天，后脑勺都重重磕在了地板上。砰！又是一声枪响，旁边的大花瓶直接被打成了碎片。也正是由于苏无忌的这一扯，使得叶璎珞险之又险地避开了第2枪，不然他的肚子上肯定已经被打出了一个血窟窿。苏无忌贴着地板挪到窗边，拉上了窗帘。就在刚刚那一刻，他已经看到了狙击手的位置了，就在100米开外的山林里。苏无忌快步挪到墙边，一把拉下了电闸，整个影轩会所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中。此刻已经是将近8点钟了，天色一黑，这一下灯光全灭，狙击手已经失去了瞄准目标。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苏无忌说道。旁边这大厨已经晕死过去了，他的肩膀挨了一枪，
左胳膊算是废了，起码是不可能再颠勺了。叶璎珞的心理素质居然相当可以，她不顾摔疼了的后脑勺，爬到座位边，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龙清河不是第一次经历枪战了，他现在虽然紧张，内心也慌张，可由于苏无忌在身边，他的心中本能地涌出安全感。毕竟之前在废弃化工厂的时候，处于那种绝境之下，苏无忌都能完成了绝地反击，眼下的情形似乎还不如当时危险。他问向苏无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稳住咱们在化工厂遇到的那群佣兵，都是眼下这家伙的同伙，他是来报仇的，现在估计已经靠近了。苏无忌扭头问向叶璎珞：会所有几个出口？他们绝对不能走正门出去，因为这建筑物是斜向山体的，门口那一片园子和小停车场全部暴露在魔狼的狙击视野之下。这家伙的胆子不小，敢在灵州动用狙击枪，甚至从刚刚那几枪看来，他根本没有要精准清除仇人的意思，而是要把这会所里的所有人送上西天。只有正门可以离开，没有其他的路了。叶璎珞说道。但楼下后厨的杂物间比较隐蔽，藏进里面，匪徒应该发现不了。他的思路还挺清晰的。你带着清河躲进去。苏无忌说着，把那晕过去的厨师拖到相对安全的墙角。龙清河立刻问道：那你呢？苏无忌的声音之中听不出任何的情绪。我去干掉那家伙。可是他还有枪，你这样很危险。龙清河的语气里都是担忧。被动挨打更危险。苏无忌说道。他到了另外一侧的窗边，刚准备跃下，院子前方忽然亮了起来，那是龙清河的车，居然着火了，整台车都笼罩在火焰之中。不仅如此，接下来火焰居然从大门烧了进来，直接跨越10米的距离，喷到了院子里最名贵的那棵树上。叶璎珞喊道：正面还有一个佣兵，用了火焰喷射器。他妈的！苏无忌现在觉得简直离谱。窜西天王给的情报是真没错，这个魔狼确实太嚣张了，在灵州弄来了狙击枪也就算了，居然连火焰喷射器都特么的出现了。一个男人身背火焰喷射器，在肆无忌惮地喷射着，整个花园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从正门根本突不出去了。苏无忌抬手一指角落里的那扇窗：你们到那儿等我。那扇窗户在夹角，如果狙击手还在原来位置等待，那么绝对射不到这个角度。此刻腹背受敌，如果再让龙清河他们躲去1楼杂物间，显然就是坐以待毙了。苏无忌说完，便直接从2楼楼梯一跃而下，闪身进了1楼厨房。10几秒钟之后，苏无忌就已经回到了2楼。他的手里面抱着一个菜刀架，剔骨刀、斩骨刀、尖刀，起码7、8把。苏无忌从刀架中把菜刀和斩骨刀抽出来，此时那个背着火焰喷射器的佣兵已经快要烧到会所楼门口了。看着自己苦心设计的园林化为一片火海，叶璎珞的眼睛里明显涌出了心疼的神色来，但她整体的表现非常镇定，完全没有慌乱失措，更没有痛哭流涕、大喊大叫。也不知道是因为她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因为心理素质本来就极强。苏无忌拉开这一侧的窗户，大臂一轮，手里的菜刀和斩骨刀就旋转着飞了出去。
楼底下的佣兵正烧得起劲，哪里还能注意到有人隔着20米对他丢菜刀。等这家伙感受到有锐利的冷风袭来之时，剧痛下一秒便笼罩了整个脑袋。因为苏无忌丢出来的那2把刀全部精准地嵌进了这个佣兵的脑壳，哪怕是坚硬的颅骨也根本扛不住这一击。2道鲜血直接在这佣兵的脑袋上溅起，他还抬手摸了摸脑袋上的刀把，随后身形晃了晃，一头栽倒在地。苏无忌已经来到了窗边，左右手各搂住龙清河和叶璎珞的腰，低声喊道：报警我真会跳。2个女人的反应也是极快，一个搂住苏无忌的脖子，一个抱着腰。在他们刚刚报警的时候，苏无忌已经从窗口一跃而下，稳稳落地。苏无忌却并未松开手，仍旧抱着2个女人，一个助跑，腾身而起，直接翻越过围墙。这2人都挂在他的身上，加起来负重可超过了200斤。可这2米高的围墙愣是完全没给苏无忌造成任何阻拦。砰！一发子弹打在了围墙上。显然，狙击手已经在不断接近会所，只是他也没想到，苏无忌居然能直接越过那么高的墙，让他的子弹落了空。叶璎珞看着苏无忌的惊人动作，眼睛里有着明显的诧异。怎么？苏无忌继续抱着2个女人跑进了夜色下的云连山中。在云连山的正面，有公园，有步道，还有寺庙。可云连山背面并没开发，只有树林和山石，游客罕至。想要到达山正面人多的地方，哪怕是开车，也得绕个20多分钟。苏无忌光靠双脚，起码得1个半小时以上。不过，对于龙清河和叶璎珞而言，此刻顶多是心里紧张，身体并不累。他们俩抱着苏无忌，后者却已经调整了手臂环抱的姿势，使得2女相当于坐在了他的小臂之上。此时与俏俏姐身上最俏的地方相接触，也不知道苏无忌感受如何。起码生死关头，哪怕再和苏无忌的手臂磨来蹭去，那2个女人也都没有任何旖旎的想法。你放我们下来吧，这样你太累了。龙清河说道。这样在山林间左冲右突地奔跑了5、6分钟，对体力的消耗着实太大了，要是普通人早就累趴下了。而苏无忌的速度仍旧没有减缓多少。没必要。苏无忌说着，扭头看了一眼，身后已经全是影影绰绰的山林。那个狙击手就算是跟在后面，起码在100米之内也找不到任何的射击角度。现在的苏无忌只希望那个狙击手就是所谓的魔狼，但没有任何情报可以证明这个复仇队伍没有第3人。叶璎珞抱着苏无忌的脖子，我们好像成了你的累赘。他看到了苏无忌甩出菜刀的那一下，那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如果没有自己和龙清河，那么对方绝对可以更从容。谈不上累赘，你是被我和清河牵连进来的。苏无忌稍稍放慢了速度，深呼吸了几口。龙清河生怕苏无忌会累，连忙问道：你现在什么感觉？感觉很软。苏无忌说道。龙清河愣了一下，这才明白对方是在评价自己的屁股。我问的不是这个。龙清河本想打苏无忌一下，但是腾不出手来，于是用2条腿用力夹了夹苏无忌的腰。他以为这是在表态，殊不知这根本就是在奖励对方。不过经过苏无忌这么一打去，龙清河的紧绷心情也随之放松了不少。
然而就在这时候，苏无忌忽然紧紧抱着两人倒地，就地翻滚。砰！一道枪声响起，子弹就打在苏无忌身旁的一棵树上，树皮碎屑纷飞。这子弹是从前面来的，并非狙击枪，而是手枪的声音。苏无忌并没有立刻起身，他的双手护在两个女人的脑后，三人直接滚出了10几米。在三人翻滚的时候，又接连响起了好几枪。果然不止2人，苏无忌说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陷阱连着陷阱，果然是专业雇佣兵的攻击手法。翻滚了这么多圈，龙清河身上的运动服还算完好，可叶璎珞身上的那一件明艳长裙被树枝从腰间划破，生生扯得只剩上半截了。